江南船厂发布公告，暗示003航母正式下水。为何中国要发展航母？这艘航母会给中国带来什么？整个2021年，我们通过网络上的卫星照片，持续关注了位于上海长兴江南造船厂中正在建造的003型航空母舰的建造进度。短短1年，003航母的外观就发生了重大变化，从分段合拢到建造安装，从吊装动力系统到安装电磁弹射，003航母建造速度之快令人称奇。同时，关于003航母的下水时间也引起多方关注。而进入2022年后，003航母已经基本完工。通过一张时间标注为1月1号的卫星照片得知，此时003航母正在进行2台升降机的吊装，这说明003航母的电磁弹射器安装工作已经完成，正在进入最后的扫尾阶段。而安装完升降梯后，003航母便处于随时可下水的状态。那么，这艘航母究竟会在哪个时间下水呢？此前，美国智库网站预测，003航母最早可能在今年2月份下水，最迟也会在第2季度。不过，003航母的下水会比美国人预测的更早。上海海事局最新发布的一篇航行通告似乎指出，003航母具体的下水时间就在1月10号，这无疑是一则重磅消息。根据航行通告显示，当天将会有13艘拖船参与下水工作。这么大的阵势，下水的船只绝对是一艘庞然大物。而其具体的下水流程也与我们从卫星图中看到的信息完全符合。整个下水流程如下：6时到7时打开3、4号坞门，这说明一大早船厂就要做好相应的前期准备工作了。7时到12时 ，H2630 船拖轮带缆出坞靠6号码头。这个 H2630 船拖轮带缆出坞靠6号码头，很可能是003航母船坞旁边的那艘正在建造的大货船。为啥要先将这艘拖出呢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9时至12时 ，H2631 尾半船拖轮带缆出坞至码头外水域。这个 H2631又是什么呢？看其描述是尾半船，说明其是一艘船的尾部分段。而看地图我们就知道了，003航母下水的地方正好就有这么一艘分段船尾给挡住了，而拖出这艘船正是为003航母下水清空障碍。此外 ，H2631 船很可能就是 H2630 船的一部分。这2艘船之后会进行合拢作业，所以 H2630 船先下水了。11时至15时 ，H2727 船拖轮带缆出坞靠5号码头4泊位，这就是最关键的地方了。根据信息提示可知 ，H2727 船指的便是003航母，因为此时前面的分段已经挪走了，所以003航母可以下水了。13时30分至18时 ，H2631 首半船拖轮带缆出坞进坞 ，H2631 尾半船进坞靠坞口西侧。H2631 首半船拖带至坐墩位置，也就是说，003航母下水后，其船坞就会空出来，然后可以腾出地方给 H2630 船与 H2631 船进行合拢作业。这也印证了此前的推测。18时30分至19时30分关闭3、4号坞门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下水作业的流程已经结束了，船坞门关闭，而此时003航母已经停靠在港口中。当然，航母下水也只是代表着一个阶段的结束。下水之后的003航母还会进行一个内部的西装，安装一些电子设备以及必要的工具，还会进行轮机测试。这些工作需要1年的时间。预计2023年开春，003航母便能进行海事工作。而按照以往中国航母的海事经验，003航母正式交付工作会在2024年中旬，并且在2025年形成战斗力。003航母的问世，代表着中国的航母队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，同时也是坐稳全球第2航母力量的位置。因此，除了美国之外，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拥有超过2艘大型航母。而此时，中国的3航母编队将在亚太地区对美国海军形成挑战。从此前的卫星图来看，003航母的长度达到320米，仅次于美国的福特级航母与尼米兹级航母。根据外界推出，003航母将会是一艘9吨到10万吨的超级航母，直逼美国的核动力航母的吨位，并且003航母还带有3条电磁弹射，而这个装置目前也只有美国福特号航母上有安装。电磁弹射意味着003航母拥有着远超前2艘华跃航母的舰载机出勤率，就连尼米兹级航母上的蒸汽弹射也无法比拟。另外，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
这个已经着手准备第4艘航母的建造，并且专家预测，未来中国将会在15年内拥有多达6艘航空母舰。而之所以中国如此大力发展航母力量，也是基于现实因素的考虑。中国在海军与航母领域发力有一个重要的考虑，那就是中国将美国视为潜在对手。发展航母是结合实际需求和阶段需求这2个重点。当前阶段要满足这2个需求，航母是最合适的选择。中国追求的不是美国全球争霸，也不是寻求与美国海军在大洋上决战，因此不必像美国那样建造10艘以上的航母，在数量与技术上压倒美国。因此这个想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现实。美国海军的优势至少会维持到21世纪中叶，如此贸然寻求军备竞赛，不能保证中国不重复当年苏联的命运。也正是因此，虽然中国航母与军舰造舰效率高，但国防经费占 GDP 的比例其实不仅没有增加，还略微的降低了。这其实说明中国在发展军事方面还是很理性的。那么当前阶段中国的需求又是什么呢？为何需要航母来完成这个需求？2战中，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打败日本，并且将军事基地建在了日韩，由此确立了美国的岛链策略，即通过军事力量控制西太平洋的岛屿，来对苏联、中国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进行封锁。而当前中国的需求就是要打破美国的岛链封锁。那么如何打破岛链封锁呢？美国第7舰队进驻日本，并且常年有2到3艘航空母舰活跃在太平洋上。中国虽然依靠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将美国航母拒之千里，但想要突破封锁，就得依靠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压倒美军。在彻底打破岛链封锁，包括解决南海问题、台湾问题之前，中国需要有航母在西太平洋对美军起到牵制作用，以威慑牵制美国不敢就范。要想让美国不敢轻举妄动，就需要与美国在正面交锋中不落下风，而航空母舰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海上最重要的武器。因此现阶段有计划的发展航母力量是正确的选择。另一方面，中国要建造航母来挑战美国的海洋霸权，也说明了一件事儿，那就是世界力量的平衡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。在100年前，西方在东方海岸架上一尊大炮就能征服一个国家，100年来西强东弱的局面一直维持着，构成今天的格局。但如今这种格局正在被打破，中国能建造一艘实力接近美国的航母，代表着美国将在自2战以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层面上面临竞争者，这是当年苏联都没有办到的事情。过去苏联虽然与美国展开军事竞赛，但由于偏科，苏联在陆军与核力量上大力投入，但是海军与美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。但如今中国海军拥有370艘军舰，超过美国的296艘。尽管吨位上还有差距，但这种差距正在不断缩小。2战后很长一段时间，基本上美国都是年下水军舰数量与吨位最多的国家，苏联很难追得上。但近年来，中国军舰下水的数量与吨位已经超过了美国，这就是003航母以及中国海军给世界格局带来的新变化。